禀老祖，阁中已发现多名修士疑似化神期。化神修士。此人身边竟有2个元婴大圆满做随从，定是堪比修魔海大城主的化神高人。前辈在此稍后，拍卖会即刻开始。哪来的生面孔，也敢阻我神识？化神期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，还望恕罪。邱道友，别来无恙。啊！王林，你居然化神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听闻碧阁此次拍卖会惊动了不少化神道友，特意前来，老夫感激不尽。诸位若是看上什么东西，尽管出价。若有法宝，我炼气阁也可当场作价。祝各位得偿所愿。啊！是他。晚辈匆忙赶路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离开。你挺对老夫胃口，做我弟子如何？晚辈愿意。孙道友，可曾想起什么？啊！当年之事，是孙某鲁莽了，王道友莫要见怪。短短200年，当年的结丹修士居然已突破化神，修为压过孙某。倒是孙某该向王道友请教一番了。啊，王道友此番来碧阁，不知道看上了哪件法宝？6品丹方。若是其他物品，在下可以做主送给道友，但这丹方是有人寄售在此，孙某确实无法帮忙。无妨，若是换不到，我抢来拓印一份便是。此人看似温和，却杀机四溢。若是真在我阁内动起手来，如何是好？接下来将是一件重宝，此物想必各位道友都已经知晓，它是一张6品丹方。6品丹药只有朱雀国才可以炼制而出。6品丹方，我先见到6品丹方。但若是拥有了丹方则不同，此物的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按物主要求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这谁拿得出来呀？可有道友出价？我虽有比灵石贵重的仙玉，可若是用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引发朱雀国追查。我以此物作价。好。道友，你可曾见过此物啊？王道友，那木雕之内的血色经脉，莫非是雪域国的冰雪傀儡之术？此物我等并未见过，但可以确定它的功效与元婴后期的傀儡一样，因此作价5000上品灵石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店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
左家小姐，付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！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，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，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要废话！刚刚化神尚未稳固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不自量力！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与九幽蛮荒齐眠，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拓印之钱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炼制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，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。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，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。看你这仙力还能坚持多久？仙剑，幸亏老夫！有股毁灭一切的意志。仙人已死，区剑魂，也敢负我！这剑魂修为颇高，依然具有仙尊实力，限制一下，老夫又无法发挥全部修为。
愿帮我，我的妻子每1000年需要1000块仙玉维持身体不变。2把宇之仙剑，还有这种好事！这位道友，2把仙剑，你给我1把，我混元宗8人保你平安，如何？混元宗算什么玩意儿？道友，你若给我1把仙剑，我天魔门保你平安。3个化神后期，8个化神中期，其余都是化神初期。这2把仙剑，我天地6合派志在必得。现在退不得，一旦退后，将是万劫不复。化神初期的意境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，找死！何为生？不敢几时，这是什么意境？意境开！你意境，老夫怕你不成？一小桃感悟化神，确实罕见。何为死？这是什么意境？这黑白图画，怎会有种心惊之感？原始永固，轮回生死轴。我的修为虽是化神初期，但意境却在刚才达到了化神中期，生死意境达到了第2个层次。就算是化神后期，我都敢一战，何况是你？神魂俱灭，化神高手就被轻易斩杀。对方人数众多，他们若为了仙剑死战，宗兄恐怕难以取胜。阁下意境虽说强大，但到底只有1人，仙剑你保不住。花落谁家，总归是要搏一搏的。混元宗的上，天魔门的听令，抢到仙剑，不计代价。走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性命你们自己都不珍惜，那便实在是不值钱了。你还不出现吗？难道说？应殿修士，你知道我在这里？当然知道，这一路上你一直跟随。是阴宗。咱们做个买卖如何？我帮你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给我1000年的自由。这1000年，我不去找你，你也别闲得没事捏碎我的元神，如何？前辈是想从今往后和我再无瓜葛，可1000年太长，而且我若是在1000年之内死了，又该如何？周易，老子真是上了你的当！他若是没活1000年，老子这元神就陪着舍去！
今日若放跑一人，老子也得跟着他不得安宁。在鹰变修士面前，华山七果真微不足道。他除外。1000年之内，我为你出手一次，你给我好好活血虎兄，上来吧，我们回朱雀星。此次仙界之行，收获颇为丰富，想不到还遇见了天运子前辈，还有那大罗剑宗老者。这些老怪的修为太强，所幸知晓最后2把仙剑去向的，只有孙台和赤虎2人。不杀之恩，在下谨记。曾兄放心，今天的一切事情，我谁也不会说。我赤虎以我巨魔族发誓。红蝶肆意妄为，我断其一臂。朱雀国想必不会坐视不管。若是将来问起，红蝶所为，换作是我也绝不轻饶，怪不得曾兄。赤虎兄，我们朱雀星再见。曾兄，若有机会，定要来我巨魔族，你我2人把酒言欢。告辞。5个月前，天之骄女被断一臂，狼狈返回朱雀国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时间，曾牛的名字传遍朱雀星，成为众修士议论的对象。不少人因曾牛的事迹，将其视为新一代天骄。直至3日前，巨魔族少族长回归，朱雀国使者立刻秘密召唤赤虎，调查此事。使者大人，我不知他真名，只知是叫曾牛，修为深不可测。启禀使者大人，曾氏家族全族名册在此，天魂国中确有此人，但那曾牛不过是一筑基修士，必是有人冒名嫁祸，请使者大人明鉴。此话写，印着那曾牛长相。从今往后，尔等一旦发现此人，即刻诛杀。胆敢包庇者，整个修真国陪葬！不得寻找曾牛踪迹。弟子遵命。谨遵法旨。朱雀圣山竟能免其痛疾，这曾牛到底是何许人？曾牛，我们的战斗并未结束，我等着你来找我。师傅，这雨天赶路，灵力消耗加快，倒也算是一个修炼的方法。不错，若是你始终如此勤奋，10年内定能结丹。师傅，你说那曾牛应该是什么修为？
他莫非达到了传说中的应变期？此人的修为